各位同学，在这个 part 我们要介绍 Z 转换的性质，包含有了线性的性质，还有时间偏移、时间反转，还有微分的性质等等。这些性质帮助我们在之后我们在做 Z 转换的时候，我们可以用它来快速的得到我们 Z 转换的结果。好，至于它的内部是怎么样计算呢？我们赶快来看下去吧。Z 转换的性质这边要介绍第一个线性，第二个时间偏移，接下来放大，还有时间反转，还有微分，还有旋机，还有相关性等等。首先线性，我们这边线性要谈到的是我们线性系统必须满足我们的 superposition 的性质。所谓 superposition 的性质就是说，当我们两个讯号 S1 跟 S2， 它的 Z 转换分别是 S1Z 跟 S2Z。那如果它是线性系统，它就必须满足我的 S1 加上 S2N 经过 Z 转换，它的结果也是 S1Z 加上 S2Z， 这叫做线性的性质。好，所以基本上 Z 转换满足线性系统的性质。那我们这边看一个例子，当我们有一个讯号是 cosine omega 0n， 好，乘上一个 un 是一个 unit step 的 function。好，那我们在计算它是否线性的时候，我们先来看一个这个欧拉的一个格式。所以欧拉的格式就是说，我们的 exponential j omega 0n 可以写成 cosine omega 0n 加 j sin omega 0n。那另外一个情况是 exponential 负 j omega 0n， 我们可以把它写成 cosine omega 0n 减 j sin omega 0n。所以 exponential 上面是正跟负的，差别在于说它的虚部部分是一个加，另外一个是减。好，所以差在这地方。所以在这一题里面，我们可以怎么样把 cosine omega 0n 把它改写成 exponential j omega 0n 加上 exponential 负 j omega 0n， 最后除上1/2。好，因为我们可以从欧拉的格式看到说，把这两个相加之后，就它虚部就可以消掉，变成2倍 cosine omega 0n。好，那所以 S1 就可以写成这样的形式，然后我们就把它定义成 S1 就是我们前面的 exponential j omega 0n 正的部分，正指数的部分。那 S2 就把它表示成负指数的部分。然后同样的，这两个 S1、S2 可以看成一个 exponential j omega 0n 次方乘上 un。好，那这是马上就可以带公式。我们上一个 part 介绍过，它可以带公式。好，很快知道说 S1Z 是这个答案，它的 RC 范围，也就是说 Z 的绝对值要大于1，那 Z 就是我的 exponential j omega 0，好的绝对值就是1。那 S2 我们也知道，所以这两个相加除以2就是我们的答案。好，所以透过线性的概念，我们就可以很快计算这个的结果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看时间偏移。那时间偏移也就是说，当我们的 S of n 经过 Z 转换得到 S of Z， 那如果它时间偏移之后，也就是说我把 S of n 延迟的 k 个单位时间的话，再经过 Z 转换会得到 Z 的负 k 次方乘上 S of Z。那这个证明，我想可以用 Z 转换的定义可以去证明，我想应该不会太难。那我们看一下时间偏移的例子。首先这边有一个 S1 of n 是125701这样的数列。那如果 S2 是125701，但是它的时间原点跟 S1 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们 S2 基本上是 S1 时间超前2个时间点的讯号，所以 S1Z 它是这个表示方式。那 S2Z 用刚才的公式，我们就可以来用刚才的性质，我们马上知道 S2Z 是什么，就是 Z 平方乘上 S1Z 的结果。但是这边要注意，当你做时间偏移的时候，它的 ROC 范围会变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原本 S1Z 它的 ROC 只包含了 Z 的全部 Z 的范围，但是不包含 Z 等于0。但是 S2Z 是整个 Z 平面，但是不包含了 Z 等于0以及 Z 等于无穷大。好，所以因为你做时间偏移，它的项会多出一些 Z 的正的指数次方项，所以它的 ROC 会变化。好，那放大就是说我们讲 scaling， 那 scaling 就是说我们 Sn 经过 Z 转换变 S of Z， 如果我们把 A 的 n 次方乘上 S of n， 它的 Z 转换就变成 S of A 的负1次方乘上 Z。
好，它的 RC 也会变成这样的变化。那时间反转，我想一样想法，也就是说我的原本的日转换的表示，然后当我们把 s of n 做一个时间反转，变成 s 负 n 的话，它的日转换变成 x of z 的负1次方。记住这边 RC 会变成导数，那一旦经过导数的时候，等于说前面那一项变成 r2 分之一，后面那项变 r1 分之一。好，那微分的性质就是说，假设我们的 s of n 经过 z 转换会得到 s of z， 那如果我们把胎动面讯号乘上 n， 就是 n s of n， 它的 z 转换的结果会等于负 z 乘上 s of z 对 z 的微分。好，这边各位同学一定会好奇说，这到底要怎么来证明呢？如果透过基本的 z 转换的公式，我们是无法直接证明，所以它这边有个技巧，就是说我们透过从 z 动面来反推，也就是说我们先算 s of z 对 z 的微分是这个东西。好，看到是式子，最后我们发现整理到说，结果 z 转换对 z 微分之后是负的 z 的负1次方乘上后面这东西。那后面这边东西你可以看到说，它有个 n s of n， 这好像是怎么样一个 n s of n 的 z 转换的公式。好，所以就可以间接证明说 n 乘上 s of n 的 z 转换就是我们要的结果。好，那微分的例子呢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个 s1 of n， 它是基本上是写成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来看说，当我们 n 乘上 s1 of n 的时候，我们如何计算它的 z 转换？也就是我们带刚才那个例子，好，那带刚才的性质，我们马上对 z 转换微分，再乘上前面乘上一个负 z， 就可以得到结果。好，所以这是微分的例子。那玄机呢，就是说我们 s1 是 s1 of n， 它是 s1 of z， 好，那 s2 是 s2 of z， 然后我们在时域上 s1 跟 s2 做玄机做 convolution， 得到的结果经过 z 转换的结果是 s of z。这个 s of z 基本上是 s1 of z 乘上 s2 of z 的结果。那至于怎么证明，我想可以直接用 z 转换的定义来证明。好，它的例子是说，假设我有两个讯号，好，分别是 s1 是这个 ，s2 是这个，可以个别求出它的 z 转换的值。那我们要算 s1、s2 它的 convolution 的结果，我们可以怎么样？先把 s1z 跟 s2z 相乘，再经过反 z 运算，就可以得到时域的结果。好，所以 s1z 乘上 s2z， 透过多项式相乘，很快的可以得到1减掉 z 的负1次方，减 z 的负6次方，加 z 的负7次方。所以透过 inverse z， 我们可以知道说，s1 跟 s2 的 convolution 的结果是1、负1、0、0、0、负1、0这样的结果。因为我们直接就从多项式的系数，我们就可以做反 z 的运算。好，那相关性呢，也就是说我 s1 跟 S2 分别它有它的 z 转换，然后呢 S1 跟 S2 的相关性就是 RS1S2， 它的 z 转换结果就是怎么样 ？S1z 乘上 S2z 的负1次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做这个 cross correlation， 基本上它也可以把它表示成一个convolution。好，那 convolution 的结果，看后面这个等于说你 RS1S2 基本上是 S1 convolution S2 负 L， 那我们知道 S2 负 L 就基本上就是什么 S2， 它的 z 转换就是 S2z 的负1次方。好，那我们它的例子就是说，假设一个 S1 是这样，好，它的 z 转换是这样，那我们要求它的自相关，好，自相关信号的 z 转换就是 RSS of z， 也就是说我们把 S of z 求出来，再把 S of 负 z 的负1次方求出来，然后相乘，就会很快得到它自相关讯号的 z 转换的结果。好，它这个表是常见 z 转换的性质。好，同学可以看一下这个性质，包含了我们刚才讲的线性，还有时间偏移，还有这些我们讲这些微分的性质都在这边。好，那各位同学可以自己看一下。同学，在这个 part 我们介绍 z 转换的性质，包含了线性的性质，也包含了微分的性质，还有相关性的性质等等。还有一个很重要是玄机的性质，也就是说我们在胎动面我们做 convolution 的结果，我们透过 z 转换的话，
等于怎么样？它个别的Z转换的结果在 Z 斗面做相乘。那这样的结果这样的性质的好处是说，如果我们要计算两个信号它的 convolution 的结果，我们可以分别个别做它们的 Z 转换，在 Z 斗面相乘，最后再经过反 Z 转换，就可以得到单斗面 convolution 的结果。好，我想这是它一个玄机的性质的一个应用。好，那我们下一个 part 我们要介绍说，我们 Z 转换所得到的这个结果，我们可以分析它的极点。从极点的位置，我们就可以来分析这个信号本身时域的行为。好，那我们赶快来看下去吧。